柔生，保重啊！武刚领着蒋小鱼他们刚从马尔斯胜利归来，就得知了龙百川离世的噩耗。原来在蒋小鱼奔赴马尔斯之前，龙百川旧伤复发，一直咳血不停。在武刚、荣生还有旅长的一番劝说下，他才勉强同意前往医院。可因为他身份特殊，303潜艇的机密早被凶狠的海盗团伙盯上。就在他带病去医院的途中，海盗发动了劫持，在与匪徒的较量中，为护好友荣生，龙百川不幸中弹突然倒下。尽管全力抢救，英雄还是没能挺过来，这才有了开头那凯旋与诀别瞬间交织的惨剧。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和大家，这是假的，是新春晚会排练的小品，没有撕心裂肺，只有默默流泪。这2年军旅时光，蒋小鱼早已脱胎换骨，内心坚如磐石，即便心如刀割。在人前，他沉默得像块石头，可等众人散去，他慢慢卸下所有伪装，哭得像个3岁的娃娃。他想起了龙队对自己的种种教导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去！可以说，蒋小鱼在海军陆战队的每一步成长，都离不开龙百川。在蒋小鱼的努力争取下，他申请到了护送龙百川骨灰回家的任务。啥？去世了？龙百川同志的父母今年初相继去世。和龙队家乡政府民政工作人员聊了他们的安排后，蒋小鱼得知当地只能把龙队的骨灰暂时放在安放烈士的房间里。入伍前，蒋小鱼做过墓地销售，他觉得那样太拥挤了，他想给龙队找个宽敞点的墓地。于是他找到了以前的同事，想把龙队葬在他兄弟吴铁所在的墓园。结果前同事只想坑他，你别整虚的，直接报底价。兄弟，10.8万，你把舌头捋直喽，再说一遍。10.8万呀，兄弟！蒋小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对方不解释，蒋小鱼还觉得挺靠谱，一解释蒋小鱼就明白了，这都是他以前玩过的套路。他直接开始数落他们，然后把他们赶走了。蒋小鱼独自喝酒喝到天亮，他此刻更深刻地明白了龙队对自己的重塑，把他从一个油嘴滑舌的人变成了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。天亮后，他想去看看老母亲，还没到便接到了电话。喂，是我，大队长。武刚听完了龙队的情况，这个事儿呢，回头咱们一起再研究。好。现在啊，有新任务，明天早上起床以后，让我见到你人。对方挂断电话，蒋小鱼赶紧往家赶。可等他赶到门口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本想进去见老母亲一面，但想到从家到营区要8到9个小时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。这2年的军旅生涯，服从命令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心里。要是今天他进了家门，母亲肯定舍不得他走，到时候再磨磨蹭蹭的，肯定耽误按时回营。于是他决定躲在暗处，看着灯光下的母亲拨通电话。娘，是我。小鱼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比赛结束，回国了。现在在部队大院里，儿子得奖了。其实娘不愿意把你累死累活的，娘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娘就高兴。